菩提迦耶是佛教4大圣地之一，中国古代高僧发现与玄奘都曾记载这里的历史与风貌。佛陀选择在这片宁静之地打坐修行，最终至悟道，让这座原本平凡的小城成为了佛教的信仰中心。Oh my god！ 这是嘎雅出来车站外面的样子，有很多小糕点，好吃的，有卖东西。没有在台湾都要追求炭火现烤，这边全部都是炭火的，炭火直烤的极致。不是这个直接上去烤是怎样？会焦掉吧？我现在假装它是备长炭。这位哥跟了一路，从一出火车站开始就站在我们的身边，吃了2摊的早餐，坚决不放手。就是今天湿气比较重，他湿不行，要擦一下车窗。昨天睡在那个火车上就头痛，这实在是很冷，因为我旁边一整片的床铺。嘎雅到波迪嘎雅还有一段距离，大概10几公里。路边随处都可见一些有牛啊、驴啊什么的。驴子看到一只，牛看到很多，还有狗。有了，熟悉的喇叭声。现在来到7点哦，这街上很多人了。那路边垃圾是真的很多，但是厉害的就是不会臭，真的是满地的垃圾，但是不会臭，我觉得这真的蛮厉害的。垃圾牛，那个牛吃垃圾是可以吃屎吗？这里有那种改装的拖拉机，有点农村摇滚重金属的感觉。出现了，总算有牛在路中间了，马路上，这个牛真的就这样走哎。太牛了！我只能说，他打了一个方向灯，他用手打了一个方向灯，回转。Oh my god！ 这牛在对岸。早安，菩提迦耶。这些小狗它们都会睡在，就是前一天晚上它们好像都会烧东西，就会睡在一些灰烬上面。摩诃菩提寺的大门口，超多小摊贩卖花的，拖拉机。哔哔，驾照没有带。哔哔哔哔哔，大牌不结加300。2500年前，佛陀在这里的菩提树下悟道，参透了4圣谛苦集灭道以及8正道的智慧。而为了纪念这一时刻，阿育王在公元前3世纪建造了这座摩诃菩提寺。这就是它的主塔，摩诃菩提寺的主塔。现在太雾了，希望等一下雾可以消散，再来拍一次。然后这边随处都可见那个祭拜的鲜花。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帐篷，他们就会搭一个小帐篷在里面念经、念佛、转法轮呢，然后带自己的功课在这边做。那这个帐篷是很小，你基本上只能在这里面盘坐，没有办法睡觉。这边都是藏传的佛教，在这边。也有一棵超大的菩提树，很多人在底下讲经说法，就是有听经说法的狗，看起来都有睿智且智慧的眼神呢。没有，他们在等饭吃。就是有2个商人在这里遇到佛祖，结果佛祖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解除烦恼的方式，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用，所以他们就决定要供养佛祖。
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棵树下，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圣地了。这边感觉比较豪华，大家的装备比较丰富，有那种厚厚的板子。主塔高约55公尺，融合了印度与佛教的建筑风格。13世纪阿富汗回教军的入侵，迫使佛教徒必须得用土将大塔掩埋来保护圣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统治时期，考古学家才依据玄奘的记载，将其发掘并修复。像这种很模糊的，就是比较久的柱子，这种就是新修的。因为会有蛮多乞丐，所以会塞东西给你，大家就是手千万不要伸出来。前面这位。他就是那种会帮你摇那个香，帮你祈福，然后跟你要钱。就会看到很多人都在这边做功课，然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佛教徒都用自己的方式在修行，可以从他们的衣着去观看。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拿转经轮的，他可能就是藏传的；前面戴圆帽子的就是尼泊尔的；黄色衣服的可能是泰国，白色也可能是泰国的；红色衣服是藏传佛教的。然后这个小弟一直跟着我，然后他就拿那个香一直在要钱，很欠打。他又来了，这两个小鬼一直跟着我 ，no， 欠打，皮皮，但是也蛮可爱的。这棵树呢，就是释迦牟尼当年在这里修成正道的，所谓 enlightenment 在这边。所以就很多人都会对这棵树进行跪拜，算是佛教的圣地。在证悟后，佛陀展现了非常多的神迹，包括眼镜蛇王现身护持、步步生莲、度化2位商人，而这些神迹总共有7个，也被称为7洲圣地。那这边呢，就是佛教徒说释迦牟尼一步一莲花，总共才7步。那地上这个是原本的早期的古迹，这个是新建的。在摩诃菩提寺，你会看到来自泰国、尼泊尔、西藏、斯里兰卡、越南等地的佛教徒，用各自的方式修行与礼佛。这种感觉很神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信仰同一个教派，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佛教的包容。而这份包容也映照出印度这片土地信仰的多元与共存。这边呢叫做 Machlinda Pond， 就是 Machlinda 的池子。在那个柬埔寨还有在泰国的佛像啊，就常常会看到那个佛祖的头上有一只这样子的蛇，或是很多头的蛇。释迦牟尼在修行的时候，有一天下雨，这个蛇王呢就帮他去挡雨，所以可以看到那个雕像上面有一个蛇，眼镜蛇这样罩住他。我的印度朋友跟我说，佛祖头上那个黑黑的并不是头发，是蜗牛。但在佛陀来到菩提树下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成道之前，佛陀曾在一个山洞中苦行了6年，身体消瘦到接近死亡。直到牧羊女苏加塔给他了1碗乳糜，让他恢复体力。在此同时，他才开始反思，明白极端的苦行并非解脱之道，最后才来到菩提树下静坐，而得到了最终的答案。好吧，我没有要苦行，所以我现在要跟认识的印度朋友们出去吃饭。Ikli. What's this? Quite spicy dish. So where's next step we will go? The lassi shop? Yeah. She drinks a lot lassi because lassi is good for health. Really? Really. But good, masala tea is not good Not for health. good. For what? Yeah. It's damage your bone. But it's no good. Just to smell good. 有名的拉西店来了。耶耶耶耶 ，Cheers！
结果今天一整个下午都还在身体不舒服，直到晚上才出来觅食。没想到被我们给找到了一个超接近台北、台湾的店。因为我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喝了一瓶水，然后我又开始头痛，我真的一直痛，一直痛，痛的没完没了。我痛是痛这边这一块，一直痛。一抵达印度以来，一直喝的那个 Kingly 那个水，还有巨星代言，他巨星还说，我只相信 Kingly， 谢谢。天哪，我要开吃了，先吃看这个印度炒蛋。它是炒的比较脆，加香料，加青椒，很像葱蛋吧。哦，我快哭了，这我可以吃10盘。这应该是煎的鸡排啊，铁板鸡排。真的是活过来，非常感动。吃饱继续上路，让我们追随佛祖的脚步，前去看看他苦行了6年的山洞。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inay Kumar. 这位库玛，别看他笑得很开心，人很好的样子，因为他后来很想骗我钱。一开始啊，他跟我谈好去3个点是700卢比，因为之前我也遇到有人跟我开价1500卢比，所以我觉得700已经是一半了，算是个好价钱。但是没想到在旅程途中，他就开始给自己加戏，额外到了一些景点停下来，一直问我要不要下去参观。你原本可能会以为，天哪，他怎么这么好心，要带你到处去看看。在印度所有额外的服务，他一开始如果没有跟你谈清楚价钱，说是免费，我们到时候再说的话，到后来都是要你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果不其然，到苏加塔庙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那个啊，什么多停了好几个点，路很长，怎么样？所以呢，应该要加钱。而且呢，他狮子大开口，直接说要加到1500，确实是有多加1-2个点，而且态度还算蛮好的，好吧，我可以意思加一些，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吧，800。当然他就说太少了，怎么可能只加100，完全不行，这个那个。接着就是一来一往，拉拉扯扯，他减我加，大家都是很为难的样子。最后呢，彼此用非常痛苦的表情达成了1000的喊价。但是呢，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样谈判会很不开心、很难看、很尴尬，完全不会。下车的时候，我们2个人还是开心的说再见。好吧，故事讲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佛陀苦行6年的山洞长什么样子。修行6年的庙，里面非常的热，非常非常的热，有人在拍照。Guruve Sharanam, Guruve Sharanam.胶带把它粘在上面。Magic。哦，谢谢。在佛陀苦行的山洞外是一个小小的山，这条路上有着非常多的乞丐，他们就坐在那里列队欢迎，伸手跟你要钱。这边呢就是库玛给我们加戏自己加的一个景点，是一个冥想中心，里面有很大的佛陀雕像。哇，这超大的佛珠，有点妩媚，有点像泰国的庙吧。这个神像长得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就是它好像有2个身体，然后4只脚。这里呢，传说中就是牧羊女苏加塔的家，但是呢，其实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啦，反正就是一个像砖堆成的一个建筑。接下来这里就是苏加塔的庙，是后人祭拜苏加塔而建立的，可以看到有苏加塔的像跟佛祖，但是这个庙的风格嘛，就是有点印度啦。中华大觉寺。由于波迪嘎亚是佛教圣地，所以当然各个地方的佛教徒也都会来这里盖庙插旗。那这间是泰国的寺庙，是整个都是白色的，然后也可以看到有比较多泰式的建筑。地板是模拟那个枯山水嘛，禅风的枯山水。
它这个庙就这样子，就只能在这边拍个照，然后捐个钱。这座不算庙啦，就是这个雕像呢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一起合作，那么大的大佛。然后它是在1989年的时候建好，所以算是蛮新的。阿那律，然后还有，这都是佛经里面10大弟子大迦叶，这是 Karma Temple。应该是藏传的佛教吧，这个蛮特别的。这个是一个立体的，这边也是立体的。这个呢，就是佛教有名的6道轮回图，描述众生如何因为所谓的业力而在这6道中生死轮转。图中央啊，黑的圈那边有3只动物，分别是代表贪嗔痴的鸡、蛇、猪，象征人们无法解脱的根本原因。而6道呢，就包含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跟地狱。而最外圈就是12因缘，说明我们如何被无明与执着困住。菩提迦耶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共同信仰一个教派，也了解到佛陀从极端苦行到证悟中道，从奇迹菩提树下到世界各地佛教的传承。佛陀的智慧像是跨越时空，影响了无数个在世界上的人的信仰与修行。而摩诃菩提寺不只是历史的见证，也像是一座灯塔。而这趟旅行让我更深刻感受到，佛教好像不只是一个宗教，它更像是一种哲学，对生命的一种理解，一种通往内在平静的道路。अपना भक्त के सुन ले पुकार गोविंदे